最近俄罗斯遭到了2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遭到恐怖攻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俄罗斯恐攻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3月22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间音乐厅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目前已经累积至少143人死亡，这是俄罗斯过去2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怖事件。其实在恐怖袭击之前呢，美国就已经发出过预警，可惜还是没有阻止悲剧。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俄罗斯会被恐怖攻击？为什么美国有办法预警，但最后悲剧却还是发生了呢？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这集聊的 Heptabase 是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习软体，因为现在的资讯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通常我们想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就用 Word 之类的文件笔记下来。那这种一行一行的文件结构，其实比较适合用来表达事情，对于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对的就比较差。那因为人呢，通常是用树状图的方式在学习的，你学的一个概念会连接到很多其他的概念，要看懂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而这就是我觉得 Heptabase 很棒的地方。Heptabase 的原理呢，是用白板再加上卡片，让你可以把概念之间的关系画出来。那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效果却意外的好。像我平常用来做脑力激荡快速的消化资讯、整理资料等等，都觉得效率高很多。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触新资讯的人，很推荐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哦。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的克洛库斯音乐厅。3月22日晚上，俄罗斯知名的摇滚乐团野餐乐队准备在这里开唱。当6000多名的观众陆续入场的时候，观众席上面突然出现了4名的武装枪手，向人群开枪扫射。听到枪声之后，有人逃窜到其他楼层，有些人呢躲到舞台的幕后。但恐怖分子继续丢出汽油弹，导致整个音乐厅多处的着火，浓烟密布，而有些地方的屋顶还塌下来，一直到隔天凌晨，火势才被完全的扑灭。那在我们截稿为止这次恐怖攻击已经至少造成143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可能还在持续的上升。那事情发生之后，俄罗斯警方马上行动，宣称已经逮捕了11名的涉案嫌疑人，其中就包含了刚刚提到的4名枪手。这4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对音乐厅的观众发动残忍的攻击呢？事情发生了2天之后，这4名嫌疑人就被带上了法庭受审。而根据俄罗斯官方宣布的资讯，这4个年轻人呢，都是来自于塔吉克，最年轻的才19岁。而他们出庭的时候，身上都有很多的伤，甚至呢，有一人还处于昏迷状态，这也让外界猜测他们可能被俄罗斯警方严刑逼供。另外，有人猜测这一次的恐怖攻击应该不只是4个人的行动而已，应该有幕后的恐怖组织指使。很快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阿富汗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就直接在 Telegram 上面承认，对，事情就是我们干的。他们甚至还把他们攻击时的影片提供给媒体当成证据，而经过 BBC 记者调查，那些影片应该是真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资讯来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确实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主使者。过去10年之间呢，这个恐怖组织在西亚地区其实也一直都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不定时炸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当中的呼罗珊呢是个古地名，位置大概是在今天的波斯阿富汗、乌兹别克一带。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成员多半都是来自于这些国家，并活跃在这些地区。2014年这个组织创立之后，他们就发动了很多的恐怖攻击，而且矛头呢几乎都是对准了什叶派穆斯林或者政治人物、政府员工等等。例如2018年7月，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一个选举集会上面发动双重自杀式炸弹攻击，而3年之后呢，他们又在喀布尔弄了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一次除了169名阿富汗人，还有13名的美国军人一同遇难。所以几年，除了阿富汗附近，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呢，还试图将恐怖袭击向外扩张。不仅在2022年用火箭弹攻击乌兹别克跟塔吉克，还在伊朗的这个科尔曼发动了2次的恐怖袭击。不过看起来之前的几次恐怖攻击都跟俄罗斯没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又瞄准俄罗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跟俄罗斯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吗？有人认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或许不是特别的针对俄罗斯，只是他们需要干一票大的，让自己更出名。而在俄罗斯这样子的大国发起恐怖攻击全世界都会关注，正好能够借此机会宣传自己的能力。
但有专家分析，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就是在针对俄罗斯，甚至可能还是一场策划很久的报仇。因为早在2015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就是跟阿萨德政权一起联手对抗当时的伊斯兰国，而这个阿萨德政权呢，就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长期反对的什叶派穆斯林。美国安全智库的研究人也提到，在过去2年呢，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似乎特别的关注俄罗斯，会在宣传当中不断的攻击普丁。那除此之外，美国方面也认为他们掌握了很多的情报，在事发之前呢，他们也曾经警告或提醒俄罗斯你要多注意。美国学生从2023年的11月开始，他们就获得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相关情报。他们从某些组织领导人的联系记录，发现成员出现了不少的异常活动，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在今年的3月，也就是俄罗斯总统大选的前后，对俄罗斯发动恐怖攻击。所以美国还提醒那些在俄国的美国公民，近期要尽量的远离大型集会活动，以免被卷入恐怖袭击事件。另外，白宫也透过外交管道直接的提醒俄罗斯官方应该要加强防备。但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呢，美俄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俄国政府不相信美国的情报，还把它当成是美国的认知作战，是美国意图要干扰俄国选举。在今年的3月，普丁又一次高票连任总统之后，他还在演讲当中说，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情报毫无公信力，这是在图谋恐吓跟破坏俄国社会的团结与稳定。而事后，就算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美国的预警正确，这起攻击的幕后黑手确实就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普丁还是坚持他的说法，甚至加码指控凶手另有其人。袭击发生的隔天呢，普丁在电视演讲当中说，这一次的恐怖攻击可能跟乌克兰有关。他说，嫌犯想要从布良斯克地区逃到乌克兰，而乌克兰那边呢，也已经准备好要接应他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公开表示，4名枪手行凶者跟乌克兰有联系，但乌克兰不认同这种说法。总统顾问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他们从来不用恐攻的手段，一切都在战场上面解决。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回呛，原来普丁沉默了一整天，就是在想要怎么把这一切都归咎给乌克兰啊。而美国安全委员会也站出来帮乌克兰背书，说他们跟恐怖攻击没有关系。有不少人抨击俄罗斯官方会这样子指控，是想要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掩盖他们之前忽略警告的错误。而且俄罗斯政府呢，可能还会借这个机会加强对于国内社会的监控，甚至进一步的扩大对外的军事行动。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很多人都看不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哦，但是在恐怖袭击的事件上面，我们觉得俄罗斯民众毫无疑问是无辜的。事情发生时呢，很多人只是想要开心的去欣赏一场演唱会，却意外的卷入事件，毫无准备呢，就跟亲友天人永隔。而且根据目前大部分的资料显示，俄罗斯官方其实本来有机会可以避免这起悲剧，但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做，这更是让人难过跟愤怒。但不管这次事件到底是谁策划的，我们认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确实成功刷到他们想要的存在感，在这里提醒全世界，他们就是一颗危险的不定时炸弹。那虽然目前大部分关注的焦点呢，都是在看普丁后续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尤其过去类似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政府通常都会夸大外部敌人的责任，甚至对外发起军事行动。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最可能的结局就是会升级对于乌克兰的战争。但我们担心，如果俄罗斯持续的忽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存在，那这个恐怖组织或许会选择发动更多的攻击，让更多无辜的人丧生。那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普丁后续会如何处理恐攻事件呢？承认是 ISIS 可以做的并且开始打击他们，B 继续的将矛头转嫁给乌克兰，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C 模糊处理让事情渐渐的被民众淡忘。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俄罗斯为什么遭到恐怖攻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俄罗斯为什么入侵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的爱普丁。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